想知道你身体的旋转动力链好不好吗？方法非常简单，只要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站好，手抱胸，旋转，看看能不能从后面看到另一边的肩膀。如果看得到就及格，看不到就是身体的旋转动力链一定有地方卡住了。那旋转动力链卡住会怎么样呢？身体旋转角度不够，走路时的步态看起来就会像企鹅一样晃来晃去。这样走起路来，除了脚步声特别大外，更可怕的是，当你为了健康而用这种步态每天走1万步的话，反而会对你的腰还有膝盖是一种伤害，一定会越走越痛的。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身体旋转能力出问题会影响到走路呢？那是因为在走路的时候，仔细看，你是不是能看到身体上到下一直在不停的来回旋转呢？那这也是为什么同手同脚的人走路看起来会那么不协调的原因了。而且在旋转的过程中，每个关节间的力量传递都是环环相扣，只要一个地方卡住，其他地方就会开始代偿，而最容易代偿旋转角度的关节就是腰还有膝盖了。身体的旋转能力还会极大影响跑步、打羽球、爬山等等运动的表现，所以这个旋转能力测试是我觉得最简单又很实用的检查方法。那这部影片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旋转动力链，以及该怎么让它健康的动起来。四足行走的动物和我们直立行走的动物，脊椎的构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直立行走的时候，脊椎还有椎间盘理应会承担更多垂直地面的重力。那为什么构造一样的脊椎能适应2种完全不同方向的力量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演化成直立行走的时候，同时也演化出了非常优异的旋转能力。透过骨盆还有胸椎的对转，能把垂直的重力巧妙地分散到身体的关节、肌肉、骨头还有筋膜上。这么一来，就可以大大的减轻直立行走时脊椎还有椎间盘的压力了。而且旋转的能力也让我们能利用筋膜储存力量，产生爆发力，做出其他动物做不到的复杂动作，像是投掷挥棒、打高尔夫球等等的。所以你可以知道，旋转是对我们人体来说非常独特且重要的功能。那么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卡住，阻碍我们身体的旋转动力链呢？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知道旋转动力链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那1是关节，2是肌肉，3是筋膜。首先来看看关节。每块骨头之间都有关节。当我们做旋转动作测试时，从上到下的关节动作可以拆解为颈椎、胸椎、腰椎、骨盆都向左旋转，左大腿外转，右大腿内转，左小腿外转，右小腿内转，左足弓提起，右足弓塌陷。也就是这个测试几乎可以让每个关节都贡献出一点旋转角度。即使有关节卡住，你的身体依然会找到办法完成旋转的动作，那代偿就这么发生啦。再来是肌肉，在旋转的时候，腹部的内外斜肌、髂腰肌、前锯肌、背部的阔背肌、斜方肌、臀大肌以及内收肌群等等的，都跟你的旋转有关系。这些肌肉全都要能稳定的拉长还有缩短，才能顺畅的旋转。最后是筋膜。筋膜是一种强韧的连接组织，能把每条肌肉产生的力量传递给另外一条肌肉，透过一层层力量的累积，最终爆发出来。投掷类的运动就是很典型的筋膜链传递力量的动作。筋膜最怕的有2点，第一就是筋膜和其他筋膜粘连，那另外一个就是筋膜还有肌肉粘连。只要粘连了，滑动能力就容易出问题，力量传递一定会受到影响。在做旋转测试的时候，有粘连的地方，肌肉就会被限制住。所以这个旋转测试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全身从上到下有哪里的旋转角度不足。那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旋转测试这么好用了吧？一个动作就可以检查关节、肌肉还有筋膜有没有地方故障。在旋转角度不足的情况下开始运动，就容易因为卡住还有代偿，让你这里痛那里痛。那什么人会特别需要旋转的动作呢？因为人体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双脚直立行走。那走路的时候，骨盆和胸椎需要互相对转，才能把在脊椎上的力量分散掉。所以身体缺乏旋转的人，走路的脚步声会特别大，看起来也会像企鹅一样，身体晃来晃去的。那用这样的步态长时间走下来，就很容易让膝盖还有腰不舒服。而且和旋转相关的肌肉，如果长时间都没有做旋转的动作，关节就容易卡住，最后养成习惯，这个身体就会彻底的失去旋转的能力。那接下来我要带你做一些运动，帮你提升身体的旋转能力。只要提高了旋转的能力后，你会发现酸痛能缓解，运动表现也能提升。人体就是这么的重视旋转的结构。
筋膜按压、前锯肌按压。前锯肌的位置在衣服缝线前3指、后5指，以及腋下到肋骨往上4指的地方。一开始找一个不会太硬的滚筒，把它放在肋骨的侧边。接着轻压之后，身体往前。这动作可以尽量把肌肉还有筋膜分离。停3秒，3秒后身体往后，再把肌肉筋膜反向分离。停3秒，每个点前后移动12次。前后扯动的动作可以解开筋膜和肌肉的粘连，让它们滑动得更顺畅。肋骨周围的肌肉都记得不要压太大力，只要身体的1/10力量上去就好哦。再来是腹内外斜肌。腹内外斜肌是横跨腹部的重要肌群，它们连接在骨盆还有肋骨上。如果这2条肌肉无法稳定拉长缩短，往下就容易导致骨盆旋转，进而造成长短脚。往上就容易让胸椎旋转，出现高低肩。腹外斜肌按压，腹外斜肌比较容易粘连的位置在胸部下方外侧，这边大约是在第5肋骨的位置。然后步骤一样，轻轻的按压后，前后扯动，身体往前3秒，再往后3秒，直到肋骨的最下缘。记得按压肋骨周围要放轻，因为这附近的肋骨比较脆弱，用力过猛可能会骨折哦。腹内斜肌按压，腹内斜肌在第10肋骨以下，把滚筒放在肋骨前下缘的软肉，从这里开始一路按压到骨盆上缘，轻压后前后滑动，往前到底，停留3秒，再往后拉到底，停留3秒。这动作可以帮你增加筋膜的滑动，还有肌肉纤维的分离，可以增加旋转的表现。下半身旋转。一开始，前脚大腿往前90度，后脚往旁边延伸，身体往前，屁股往后推，将坐骨坐在地板上，不要出现驼背哦。接着，身体往前，屁股往后延伸，用前脚膝盖往下顶的力量，带动前脚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出力，脊椎打直，屁股离开地板，直到身体完全直立，后脚放轻松就好。前脚最后夹紧臀部。如果膝盖往下顶时没有力量起来，前面可以扶一张椅子，慢上，慢下，反复12下，换边，总共做3组。过程中脊椎都不要弯曲哦。下半身加胸椎旋转，一开始右脚往前90度。后脚往旁边延伸，身体往前，屁股往后推，将坐骨尽量坐在地板上，不要出现驼背的动作哦。身体往右边旋转，转到紧绷的时候，用双手肘支撑。吸气，吐气，往右边旋转更多。旋转的时候，你可以用右手手肘推地板，一边推一边往右边旋转身体。吸气停留，吐气旋转。让呼吸配合旋转，这样可以伸展并训练到更多的肋间内外肌，进而增加胸椎的旋转幅度。侧棒式全身旋转，一开始把右手肘放在肩膀的正下方，大小腿伸直，对齐肩膀，上面那只脚放前方一点，右下面那只脚的脚跟往地板压。用这个力量把屁股抬起来，保持躯干一直线，骨盆不要往下掉。左手往前延伸平行地板，接着手更往前伸，带动肩胛骨，带动躯干，带动骨盆往前旋转。过程中整个右手上臂都要保持力量，一直推地板，避免耸肩哦。往前伸到极限的时候，从骨盆慢慢收回来，一节一节，直到上臂恢复到原本的位置。一组12下，一天做3组。在往前延伸的过程中，肋骨下沉不外翻，尽量让肋骨的下缘对齐骨盆上缘，并一起移动旋转。这个动作可以练到侧边核心的稳定，也可以同时诱发腹内外斜肌，增加骨盆与核心的稳定性。12下换边，阻力旋转动力链训练。初阶，一开始站着，弹力带一边固定，另一边握在胸前，向弹力带固定的对侧移动。直到感受到弹力带开始拉紧，保持双脚与肩同宽，手握弹力带，保持轻微阻力。深吸一口气，
吐气时，让肚子轻微的360度向外鼓张，稳定身体。同时将手臂向前伸直，保持这个姿势3秒钟，再慢慢回到起始位置。重复这个动作12次，每天做3组。中阶，接着前后脚弓箭步蹲，弹力带一边固定，另一边握在胸前，向弹力带固定的对侧移动，直到感受到弹力带开始拉紧。手握弹力带，保持轻微的阻力。接着深吸一口气，吐气时让肚子轻微的360度向外扩张，稳定身体。同时将手臂向前伸直，保持这个姿势3秒，再慢慢回到起始位置。往前3秒，回来，然后换脚，往前，回来，接着变成阻力带换边，手往前，回来，一组8下，4个方向全做完，一天做3组。高阶，最后我们再加上自己主动旋转的动作，手臂向前伸直后，往弹力带的对侧旋转，从肩膀转到胸椎、腰椎，再到骨盆。过程中膝盖对准2到3脚趾，不要出现内夹或外翻，大拇指都要稳稳的踩在地板上。换脚，旋转，弹力带换边，旋转，再换脚，旋转，一个方向做6下，一共做4个方向，一天做3组。从这部影片你可以知道，人体是非常需要旋转的构造，而这个站立旋转的测试能帮你很快的看出自己的旋转动力链有没有哪里卡住，尤其是一运动就会膝盖痛还有腰痛的人，说不定你需要的正好是改善旋转动力链的方法哦。健康其实并非0到1那么非黑即白，我觉得健康应该是一个分数，0分是卧床，那60分是及格线。每个动作都是一次测验，当身体越动越不舒服，也就是健康分数越来越低，在快要不及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留意了。那不知道你会给自己的健康打几分呢？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如果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